秋名山上，拓海开着阿树的85在追赶前方的大宇。副驾的阿树说：“拓海，你眼睛在发光。”拓海说：“可能后面会让你有点害怕，但你要相信我，这辆车被那群人嘲笑了，但我要让他们知道这车真正的极限在哪里。”说完，踩下油门冲出去，直接在弯道漂移追上了前面的车。前车的大宇不可置信，居然是那辆85。拓海出弯踩下油门，明明是下坡，却完全加不起速度，还有这破轮胎，完全抓不住地，一滑起来不知道会滑到哪去，太慢了，只有用得着了。拓海把85下探到排水区，使出得意技排水区过弯，一下子超越2台车。阿树说自己的车子居然能这样跑，真是了不得的异次元体验。不过自己也终于明白了，只要技术好，性能差的车子也能跑得很快。现在开始喜欢自己这台85了，会好好珍惜它的。拓海说自己很羡慕阿树高中生就可以拥有一台属于自己的车子，自己虽然开车技术好一点，但是没有自己的车也不能算车手吧。看到阿树和持股前辈们都有自己的车，也都很爱惜，果然自己也想要有一辆自己的车。就快到了和高桥良介比赛的时间了，拓海说那个人是货真价实的快，所以现在心情很激动。夏树约拓海出去玩，听说拓海想要买车，觉得拓海有目标真好，自己就没什么目标。文泰和店长开着86去秋名山，文泰说拓海现在已经突破瓶颈了，想要跑得更快了。店长说你让拓海送货时放水杯都是计算好的吧，为了让拓海学会重心移动的跑法。文泰说起初还是豆腐更重要一些，不过自己也在配合着他的进步，调整着刹车悬挂等设定，在我的方法下，拓海也在不断提高。文泰说自己只是觉得看到拓海不断成长很感兴趣，总有一天他会超越我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石谷拜托拓海开上自己的 S13， 给自己表演下刹车漂移，自己想要学习漂移的时机。说完，拓海踩下油门加速，石谷紧张的不行，一开始就要来了吗？这速度也太快了吧！山上的文泰听到了轮胎摩擦的声音，赞叹道：“这声音不赖吧，老夫我也要体验下新的悬挂设定如何？”店长赶紧握好所有能握的扶手，害怕的不行。持股还在惊叹拓海的技术太强，第一次开别人的车就能瞬间上手，不过自己却很安心，这就是所谓的坐在跑得快的人旁边能感到心安吧。结果拓海说自己差不多知道这车如何驾驭，自己要漂移了。持股惊愕道：“那刚刚的算什么？”拓海开始了真正的漂移。再说回到文泰这边，名场面来了。文泰以超快的入弯速度入弯，然后松手直接离开方向盘，要点烟，店长都吓尿了。咱们还在这漂移呢，就在即将撞上护栏时，文泰小手一把方向，车子继续回到路线。文泰抓了抓脸，差不多该动真格的。加油站，石谷说高桥良介在成立红太阳以前被称作赤诚的白色彗星。红太阳是高桥良介之后创建的真正追求驾驶技术的车队。技术赛金卡纳也参加赛车竞技，与一般的山路车友会境界完全不一样。在群马，高桥良介就是领袖般的人物，而即将与良介比赛的拓海开始犯起了痴呆症。喜介说大哥把职业车队的邀请给拒绝了，因为良介对职业不感兴趣。良介改办 FC， 邀请弟弟一起去赤城山试车。喜介问马力加到了多少，良介说听了可别吓到，最大260匹。喜介不解为什么从340匹马力特意调慢了。良介说正负下坡整体的平衡性比马力更重要，这就是公路赛深奥的地方。良介说这次的调低对我来说是一种耻辱，即使抛弃尊严我也不能输。確実にコーナーの脱出速度上がってる。梁介说 FC 马力调低的另一个理由是，如果只靠马力在直线获胜，不能帅赢过那台86。テクニックにはテクニックだ。ドリフトにはドリフトで勝つ。现在的自己不是红太阳的高桥良介，而是赤诚的白色彗星。拓海和夏树约会，却总是心不在焉，因为拓海心里想的都是高桥良介，
回到车上，拓海说送你回去吗？夏树说想在车里再待一会，说知道拓海为了自己与学长打架。大体てめえ、上級生に向かってその口の利き方なんだ。なんだっていいんだ。夏树向拓海道歉。加油站发现拓海就跟灵魂出窍一样。阿树说拓海得的是女人痴呆症。晚上，阿树说你小子瞒着我和女人玩了吧？问和夏树到哪一步了？拓海说也就亲嘴。拓海说自己一直在思考之后的事情。阿树说你怎么能如此厚颜无耻地说出这样的话？拓海说自己考虑的是明天比赛后会发生什么，自己感到很迷茫。这时从山下传来2台车的咆哮声，居然是高桥启介的 FD 和中里的 GTR 在上坡追逐。拓海说从外面看车子原来这么快。阿树说明明你的下坡更有魄力，怎么说你都是赢了那2台车的。拓海说自己能赢是因为在秋明，但他们不管去哪都很快。钟离说自己很在意那台86，自己队里有个被称为下坡专家的庄司事务，虽然性格恶劣，不过技术很好。最近输给了秋明的86，从不夸赞别人的他，居然不停地称赞那台86，那个86就是有着这样的魅力。钟离亦不想他输给除自己以外的其他任何车手。启介说86已经是梦中之变了，自己完全想象不到大哥会输，但是启介心里不知道为何不太愿意看到这2人的比赛。夏树说车子真的有那么好吗？拓海说车子是很深奥的，总是想着该如何提升自己的开车技术，一想到这个就觉得很舒服。夏树说自己终于发现拓海荷尔蒙的秘密了。夏树让拓海千万别出事，输了也没关系的。晚上，拓海深吸一口气，开着86从家里出发了。秋明山上聚集了超多的观众，真子和沙雪也来到了秋明。观众甲说自己感觉怪怪的，不管是谁赢谁输都会很伤心。那2个人都是不可思议的车手。板吉兄弟来到了相同的地方观战。钟离一说你不愧是个老油条，这2个人的比赛只有这里才是决胜负的关键。师傅说今晚这么多人聚集在这里，都是爱车之人，要见证梁介和拓海这2人的死死对决。拓海开着86上山了，观众一下全都沸腾起来了。うまいな、あいつ。梁介说如果自己在公路赛输掉，就选择退役，从最前线退下来，以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实现关东最速计划。红太阳就交给启介了。梁介说自己总有一天会被超越，只有2个人可以战胜自己，其中一个就是启介。86来了，梁介帅气脱下外套放在启介肩膀上，现在还没想要输给谁，今晚将全力以赴，注定是个美好的一个。随着2车的排气声和翻灯的打开，比赛一触即发。拓海看着梁介犀利的眼神，看得出神，倒数计时。5秒前、4、3、2、1、GO！ 秋名山历史上最强的下坡赛开始。
喜介说这是大哥一贯的比赛方式，越是重要的比赛就越让对方先攻，最后再反超取胜。86领先，率先过弯。梁界紧贴86漂移过弯，高桥梁界本不是依靠漂移跑法的车手，也就是说赌上公路赛精英的尊严，也要在对方的得意领域击败他。梁界发现仅半个月，拓海的转向回轮角度变小了，漂移过度依靠反打方向的缺点也消失了，这样的成长速度令人惊讶，主要还是板界二哥胜无助攻的好啊。結果は変わらない。俺が勝つ。领先的拓海看到 F7时咬住自己，很是焦躁。比起跑在前面的后追的一方，在技术和心理上更占优势。对方是高桥梁界，这等压力可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。梁界发现86快得起鸡皮疙瘩，在直线跑得快的是菜鸟，弯道中超越则是中等水平，而高等级车手既不是直线也非弯道，运用第三艺术决胜负，将这个艺术运用发挥到极致，就是我的公路最速理论的主题课。而这个无限接近理论的样本就在眼前。到了这个节奏，梁界也只有依靠在后面学习86的路线，才能勉强跟上。这么极限的后追，就算是自己也很困难。这两人区间测速比之前几届的比赛快了8秒以上，他们究竟是跑得太快，还是飞得太低？まだだ。まだあれが残ってる。まだだ。まだあれが残ってる。86和 F7相继使出排水区过弯，拓海心态崩了，我的必杀技也不管用了，果然我还是赢不了这个男人。前方来报，按照这个节奏下去，最终时间会比上次86创造的成绩还要快12秒以上，实在是太疯狂了。今晚这场比赛将成为传说。终于来到5连法掐弯，大直道前的重杀比拼是最大的看点。F7先减速，86减速慢了一排。オーバースピードだ。曲がれない。くそー、曲がれ。86由于过弯转向不足，被 F7超越。梁界说：“真是不可思议的家伙，拥有这样高超的技术，心理却异常的脆弱。本来计划在后面多待一会的，不过既然已经领先，就要一口气甩开决胜负。”两车经过沙雪和贞子，沙雪说比传说中的还要厉害，漂移等级相当的高。现在梁界在前面十有8、9是稳了，但是86那个小子的漂移路线比 F7更好，胜负还没定。拓海惊讶地发现差距并没有拉大，还以为会一下子甩开，现在反倒是僵持住了，必須缩短距离，哪怕只有1米也要紧追这台白色 F7。近づいてる。差が詰まってる。負けてない。俺の方が速い。梁界的 F7前轮沙地里出现了热衰竭，不过就算轮胎出问题，我的技术是完美的。勝つのは俺だ。即将来到板京王观战地点，终点就在眼前。有着比拼刹车所必须提升速度的直路，狭窄的丘陵，只有这里有3条车道选择。而前面就算2个重叠 R 型弯的复合弯道，出了这个弯，领先的人将会获胜。两车飞驰，拓海究竟会选择哪条路线？
拓海选择从外线进攻，但是占据内线的 FC 明显优势更大，两车开始入鞍。FC 扎不住，开始往外滑。86获胜，现场所有人都无法开口评论这场比赛，不管是高桥良介不败神话的陨落，还是拓海胜利的欢呼，全都没有。所有人就这样呆呆地站着。唯一的事实就是，这两人比赛留下的记录被载入史册，再也无法被打破。拓海找到良介。拓海问梁介为何要在前面等着自己追上来，梁介说是你自己把节奏加快，确实自己前轮出了问题，已经尽量把节奏降低，控制在最小，但你把轮胎发挥到了极致，是我输了。拓海说没觉得自己比你快，只是比别人在秋名山跑的次数更多而已。お前いいやつだよ。気に入ったぜ。藤原匠だったな。小さなステージで満足するな。広い世界に目を向けていけよ。広い世界。梁介所说的广阔的世界，迄今为止拓海所迷茫的东西就是这个。拓海的跑法源自于秋名山，并随着秋名山一起长大。外面的世界会有怎么样的山路呢？晚上，拓海一如既往开车去送豆腐。お手並み拝見しようか。